Hello，今天天气那么好，我们来讲第二期内容，包括补充一些第一期忘记的东西。那我们言归正传，现在开始。其实我上一期讲的还蛮笼统的，也没有很细节去分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决定，也没有决定了，就我觉得对大家来说，可能参考性价值更大一点，并不是说它可以真的完全去帮助你去做一个行程规划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，但是像我说的就是你需要先有一个大致的概念，你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，然后你有一个详细的不算详细，就是大略的计划，以后你再来问我，不要就是直接甩出几个很多选项的问题，这样我也不好回答你。今天先从签证问题开始说好了，上一期忘记提了，这个本来应该是在环球旅行计划中的一部分。签证呢，我是办了美签、英签、申根签、巴西签4个吧，应该是这4个签证出去的。然后在路上落地签了埃及和电子签了土耳其。土耳其我是提前办的，所以是5个签证。最难的部分应该还是申根签吧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申根签，我拿到了90天左右的申根签，所以有效期大概是在100多天嘛。对，因为我要出入好几次申根国嘛，那它也是多次入境的一个选择。就这个情况还是有点麻烦的，对，而且我需要丹麦的那个签注，因为我要去法罗群岛嘛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我需要列完全的一个行程单，包括对应的酒店和机票，这完全是我自己做的，其实是挺累的，因为你每天都要细化。虽然我到后来就是那个 Excel 表格里面，它也没有完全去做，我好像用的完全有点多，我也没有去把它每一个都就是里面的行程都细化出来，我只是把我的大交通啊，包括一些这几天在哪里大概的内容写了一下，不是那么具体。对，然后申根国家外的那些地区呢，我就一笔带过这些哪个区间在哪个区间，我在哪些地方，就没有写细节部分。那即使如此，我大概酒店订单包括机票订单有这么厚的一沓纸，然后接着是行程单，它其实总结起来也就3-4页的样子。对，我之前不是说可以用 Wanderlog 那个 app 去做那个行程单吗？但是像我这种追人嘛，我就选择自己用 Excel 去做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第一难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申根签，因为它确实需要涵盖的东西太多了，而且你每天都要对得上。我记得那个 VFS 嘛，上海 VFS 它是代理商吧，应该对一个中间机构，他在帮我们去核对提交大使馆之前，他就是帮我一天天去那边数，对着去那个看有没有遗漏，包括要拿计算机去算这个天数，非常的严谨。看你是不是在这个国家待最久，至少行程单你是这么写的，对吧？或者说你是不是先入境这个国家 ，and 之后大使馆会打电话过来给我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外面嘛，其实我早就大概过了有1个月还是多久，反正蛮久的，半个月 maybe，反正他打个电话过来，我已经忘记具体我写了什么，但是因为是自己做的嘛，就是有概念的，所以他打过来，然后也是问我每天行程的大概会什么样什么。讲了大概有15分钟的电话，我到后来都有点不耐烦了。我说，就是很多行程，就是我现在虽然那么写，但最后要改变的。然后他问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我说，如果你不给我签证的话，那我肯定要改变我的计划，我要去别的国家嘛，对，就要去签别的申根签了，之类，就挺不耐烦了。到后来，其实我觉得也挺不好的，因为我这个人，耐性其实是有点差的，最近几年，然后。没想到他还是给我了，可能他也是例行公事嘛，我想。但是这个有一个点就是，大家最好自己去做这个行程单，就是清单，这样子未来不管是海关入境处抽查你，还是说离境的时候边检抽查你，甚至别的可能性，就是这样子你去做，自己做了会有概念，你可以复述出来这个。如果你让别人做，你可能就是不会有很强的概念，或者甚至是忘了，就很多可能会有
一些偏差，比如说人家问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临时说不出来，或去卡壳了。那其实对之后的行程就有一定的风险性吧。万一你被不是说拒签，就万一拒绝入境让你遣返，那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行程就结束了？接着我们讲一讲美签的部分。美签的部分呢，我带了这张纸，还蛮搞笑的。这张表格就是他会给你的，如果你去申请美签的话，因为美签是当面签证嘛，他当场就会告诉你结果的。就你去反馈了以后，他会给你一张白单子、红单子，是不是有紫单子啊？我忘了，这是绿单子。绿单子的话就代表你通过，白单子应该是白单子应该是拒签，红单子好像是需要复核吧，复查，他还会打电话给你来确认，才会说具体会不会给你下这个单子，下这个签证。对，不好说的。就是我那时候办美签呢，是在2023年年中的时候去申请的。那时候不是疫情刚开放吧？对，然后全部的人都有去办签证，或者说之前积压的，因为疫情中大家都知道嘛，发生什么。然后，就我等了足足有半年多吧。我是通过旅行中介去做这件事，因为它需要一个预约嘛，我还挺懒的，就没有自己去预约，其实是可以的。然后他会帮你，其实 DS160 表格你也是自己去填的。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找中介的了，你自己去其实是可以搞定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但是就是我说预约这件事我比较懒，然后他可以帮我插队嘛，然后我就付了大概我不说多少钱，然后就去办理这个事儿，然后足足等了半年多我才排到吧。然后现在应该是挺快的，我听说好像之前上半年的时候，我朋友在办，大概3个月还是多少时间就办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应该会更快吧，我猜。那我也不太清楚。接着我觉得美签就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，剩下你都可以在小红书或者什么地方搜到那些攻略。你见仁见智吧，我觉得可能有40%还是运气成分吧。不管你准备的怎么样，或者说你的材料怎么样，还是有可能会被拒签的，就看面试官当日的心情啊，或者说你跟他说话的那刻的态度啊，他觉得你怎么样。对，现在必问的问题，我觉得是首先你是去过哪些国家，然后你是有去哪里读书，就是你的学历是什么。对，他会问这些比较具体的问题，而不是以前那种。那当然他也会问到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啊，或者说什么你的计划什么的，他不会看你那些至少在上海大使馆，我觉得他不会看你那些房产证啊，那些证明的财产，因为每个人去基本都准备的蛮充分的。上海大家房子又多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拿个3、4个房本在前面很正常了，就他其实已经不会去审核这个东西，就他还是会问你更细节化的一些内容。对，然后我前面那个老哥，就我们是排队嘛，然后我那个窗口，我前面那个老哥，他说人家问他去哪里，然后他说只去过俄罗斯吧。这个还蛮尴尬的，就是那因为我是要去拉美的嘛，包括像埃及这种地方，就是如果你有美签，其实还是蛮方便的。就是像埃及它是美签应该是简化行程嘛，你直接去买那个贴签，你自己到时候去贴就行，落地以后。土耳其很容易就电子申请一下，分分钟就给你下。还有什么呢？英签是因为我以前就办过，所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英签还是比较，就你正常申请，它完全是在网页上申请就可以，就你不需要线下去搞什么，线下你只要交那个护照就好，所以还是蛮方便的。还有什么？巴西是现在跟中国关系还算不错嘛，所以它可以直接给你下10年签。就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好像阿根廷也可以有10年签，但是反正这种你如果提前能有这种长期签证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办一下。包括你办了美签以后，你也可以去办加拿大签证，因为如果你直接办加拿大签证还是蛮难的。所以美签好像算是一个敲门砖吧，就是大家如果能办的话，我推荐还是去办一下美签。当然难度是稍微有。接着我来说第2部分的电话卡。电话卡呢是，就你可以，因为中国的手机它是没有 eSIM 卡的吧？应该对，我不确定啊。国行的那个它是有 eSIM 卡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它其实是蛮方便的，就是带出去你直接可以用 eSIM 卡。就 eSIM 卡它是没有实体卡的嘛，你可以不停的切换。你买那个，比如说国外的那个 Orange 啊什么的那些运营商，它都是可以提供的。那
像我的话，我是国行的15 Pro 嘛，那我就自己买了一大堆 SIM 卡，就我排着期的。它那个 SIM 卡，其实你去不管是飞猪还是淘宝买，你都可以找到很多选项，就还蛮划算的。然后它那个卡你可以先拿到，然后你再跟他客服，到时候说你什么时候要开通就行。你现在可能未必很精确到哪一天，我也是。所以我带了大概有五六张卡，就不同国家的那种。当然欧洲它是一个蛮方便的，它是有一个生根的SIM 卡，就是你可以在整个欧洲境内就用这一张卡回去，对，它只要时间不到就你可以一直用下去，对，这样还是蛮方便的。然后我带了5、6张卡出去，中间又让朋友又带了几张过来，现在我的卡呢是可以用到墨西哥吧，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就可以一直用下去。当然后面那一程我也在想，是看有没有朋友能帮我带几张 SIM 卡过来，或许我自己就直接开。联通、移动它其实是直接可以开当地的流量包的，包括支付宝上，就其实是一个道理嘛，就也会有一些可以直接买，但是它其实有个问题，就是像我联通。我买流量包，它是不需要你去开什么，你直接开始用那个数据漫游就可以了。然后1天25块钱吧，大概，对，1个 G 到2个 G 按国家的不同有分别。那但是我开了联通这几次以后，我发现它上不了谷歌网页，它可以用谷歌地图，可以发微信，这些都没问题，网速也是 OK 的，但是它上不了谷歌的网页。还蛮奇怪的，所以也上不了 ChatGPT 这些东西，就它还是会有一定限制。然后你会去，比如说你发一条小红书，你会看它的那个 IP 定位，它会显示在北京，所以我觉得那你就是它有一些隔断，其实也是蛮合理的。就这个其实在国外会造成挺多麻烦的，因为你可能有些网页就打不开了。那我推荐你最好还是用当地的 SIM 卡或许什么的。就是我说，就提前带也可以，当地买也可以，而不是去开他们这种，国产运营商的国际流量。第3点，我继续讲挑用谷歌地图这个事儿吧。就上一期我已经讲完了，但是其实这一期稍微补充一点吧。第一个可能是离线地图，谷歌它里面是可以下离线地图的，虽然我一次都没用到过，因为我流量一直是在线的，所以。但是我怕万一有什么情况，你都可以。如果你在谷歌地图上加了点，它是会自动帮你预下载的。你只要开了谷歌 Map 那个 App， 在家里或许什么连上 WiFi 的时候，它自动会帮你把离线地图下好，而且按你的节点来分。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，可能是按你添加点的时间来帮你自动计算的，所以还挺方便的。所以你可以下一下这个东西，然后提前添加酒店和车站定位，这我已经是老生常谈，就是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，把这个 GPS 输 GPS 定位，像 Booking 它是有个 GPS 定位，如果你附在谷歌苹果地图里边，它是直接可以显示那个位置的，但是谷歌地图它是无法直接打开，所以你要复制它的 GPS 是最准的，100%准，因为你如果复制地址，它有时候会跑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尽量复制 GPS 去添加定位，然后新建列表嘛，我就说在谷歌地图你把每个，比如说餐厅栏的、车站栏的、景点栏的这样子都不同的分类去分好，这样子然后加上小图标，它有很多小 icon， 在手机里面可以选，电脑里面它是一样的，就网页版它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加了很多 icon 以后，你可能去翻那个查找位置的时候，你可以一眼知道，这个是餐厅，那个是什么。对，这还蛮重要的。当你点多了以后，不然的话你会找很久很久。对，然后第4个就是在欧洲不要搞错它的大小面积，就是我觉得每个州是不一样的。像我在欧洲待的时间蛮久的嘛，然后因为欧洲它确实不大嘛，你可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还蛮快速的，但是同样的方式你不可能在北美和美洲或去非洲去做这件事儿，因为它的比例尺是不一样的。就算你可能一拉，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个概念，你有时候拉那个地图就感觉好像差不多，但其实你在欧洲这么点距离，在南美洲你这个跨国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长的，对，这个面积都是不一样大的。就我有时候会混淆，我其实自己脑子有点混了，对，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点，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好处，其实没关系。对，反正就是你要记住，南美洲、非洲这些是这种大洲，都是面积很大很大的，就是不要觉得跟欧洲一样可以
2-3个小时换一个国家，或许1-2个小时就换到下一个国家去，其实是蛮难的。对。接着我详细来说一说青旅的情况吧，因为好像蛮多人问我的，包括我小红书有一条帖子，好像有2条帖子写青旅还蛮火的，所以我就顺便说一下。可能国内接触的朋友比较少，因为国内其实物价不算高嘛，那酒店它也还算划算，我觉得就不会去有别的选项，就你不太会去选择青旅，然后国内你甚至都没太听说过这个东西。但是是有的嘛，就比较大的几个城市肯定是有的。那首先青旅它是几人间，是否有帘子，这是你第一个要搞清楚的事儿。那一般会有16人、8人、12人、4人间、6人间，对，那也有可能会在青旅里面找到单人间或许双人间，就你自己的那种，那价格会高一点，但是它好像相对会比酒店的价格会便宜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觉得4人间是唯一我4、6人间是唯一我能接受的选项，因为不然的话会很那个，那是否有帘子，就床上的那个帘子，它会给你带来一定的隐私空间，最好是能全拉上的，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像胶囊酒店的状态。我觉得对我来说更有安全感，然后更能睡得踏实。对，安全感对我来说好重要啊！我就是经常觉得没安全感可能会睡不好，或许做不了什么事儿，就安全感一直好像在我身上比较缺失，所以我那么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，因为我需要有个安全感，把计划做到，就是我能自己 control 这个东西，才会比较安心。追人所以就是很累，对，我觉得它是安全感缺失问题。然后看它是否提供电子柜嘛，就是你一般我们青旅都会带一把密码锁，自己小的，这个还蛮重要的，要带一把。柜子它可能很多都是就是有锁，有空在那边，但是你可以自己挂锁上去。那你如果有贵重物品，我觉得你可以塞到里面去。有一些它是直接提供电子锁，现在还蛮现代化的嘛，你可以直接用比如说房卡去刷那个电子锁，或许它自己能设密码，这样会便利一点。但是你最好提前先看一下它是否有这个东西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还是自己先带一把锁。然后第二点，房间里面是否带卫生间？但是最终都是共用的嘛，不管在走廊上还是在你自己的房间里，其实我觉得没差了，因为房间里的话它会小一点，在走廊上的那个卫生间它会很大很多，然后其实都够干净，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。女生可能我不知道会有一些影响吧，方便性来说，对，所以可以看一下。那第3点就是它是否提供床品，就是床单、被套和枕套。一般来说，我现在看都是会有提供的，但是这个床品它是否需要你自己去套这个问题就是不一定的。就可能我现在有3成、4成的住过的青旅，它是要自己去套，甚至更高，应该会更高一点。就是他会把枕芯、被子都放在外面，然后他放一套新的那3件套给你，然后你到了以后自己套，然后走的时候把它拿下来放到前台去，就有个袋子或者什么的就要提走。对，这样子也是首先卫生嘛，然后方便他们。那青旅本来便宜也是便宜在这些服务上，自己解决这事儿。那然后也能获得相应的一些就你需求的东西。接着是否提供毛巾，毛巾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重要的。虽然我是自己有带毛巾了，那我长期旅行肯定是要带毛巾啊，包括洗脸巾我自己也有。那我对它的就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如果它有毛巾或者浴巾的话，其实你在洗澡什么时候还蛮方便，因为你不用等它晾干嘛。我现在带的都是偏向速干材质的那种东西，所以擦着不会有那种棉质的舒服。那如果它能提供那是最好的，但是一般你可以花钱去前台租，就是可能2欧、3欧、1欧这样子的价格可能5欧吧，就是你可以租用它的毛巾，对，这也是另一个要看的东西。然后第5点是你是否它是否有那个吹风机，吹风机我觉得在欧洲还蛮重要的，因为除了夏天。你在稍微天冷点的时候，你总不希望你的头发湿湿的在那边时间有1个小时才干之类的，尤其女生就更长，女生是肯定需要吹风机的嘛，所以你最好看一看有没有这个东西。有很多青旅它确实是没有的，在北边
北欧那一块它因为冷它是有提供的，再往南边走它其实是没有提供的。对，那女生长期出来我不推荐带哦，我因为这个还是占重量的，但是如果你只出来1个月2个月，我觉得可以考虑带一个简易的吹风机，因为我看挺多女生会带，其实确实是挺重要的，包括可能它可以吹衣服嘛，万一你洗了没干什么。第6点看这个情侣是否有厨房、有微波炉、有餐具、有热水壶这种就是你自己需要的话就可以那个，因为国外买水都会比较大升嘛，如果它是小瓶的话又比较不划算。那如果它有个热水壶，然而中国人不是喜欢喝热水嘛，那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去冲一下自己灌一下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，包括你可以泡一些东西。那微波炉就如果你我觉得微波炉也蛮重要的吧，包括餐具也是，如果你自己想吃点什么在情侣里面或者什么的话，那它这个就是必备的。那就是一般都会有厨房，无非是大小问题，但餐具未必100%有，热水壶一般会有，微波炉一定会有。那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说，它基本都会有，但是最好可以看一下。然后第7点就是要带耳塞，因为我看我耳塞在。我带的是这个耳塞，是 3M 的高降噪隔音耳塞，是黄色的软软的那种，就比橙色那个更软。然后我现在它是1盒6套吧，6对，就是我现在用下来挺舒服的，没什么问题。我就带了2、3盒这个东西。耳塞是必须要的吧，除非你睡眠真的像死猪一样。但是我其实不是很建议你，如果你是那种超会打呼噜的人，我觉得你不要去影响别人了就。对，我们都会很讨厌在情侣里面碰到这种人嘛，就肯定会影响别人睡眠。你如果知道自己是这种人，你就自己订酒店了，求了，真的不要去影响别人。我觉得影响别人，因为可能我以前在日本嘛，所以我们都尽量不喜欢给别人带来麻烦，这是我们的原则性问题。对，那洗衣的问题的话，洗衣液我推荐这个吧，这个它是一个便携式的日本的 Article 日文发音，然后它一盒里面有7包，然后7包每包是10克，那它是浓缩液嘛，你就直接每次洗衣服倒1包就可以。在长久来说我带来还挺多的，这个稍微有点重，但是是必要性的，就比你外面有一些洗衣机它是就是如果你去外面洗，它有一些是自动提供洗衣液的，有一些是你需要去购买去洗衣块或者什么的，我觉得都没这个好用，还是用这个吧，就自己带会比较方便。那说起这个，那还有眼罩嘛，眼罩你最好自己也带。遮光，因为我说不是所有都有帘子，很多它是没有帘子，或许它的帘子是一半的那种，所以就不行。And 情侣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提早订它不一定便宜，就很多可能朋友就会先订好，但是我说实话，就除了它可能会有没房的情况下，提早订确实不会一定便宜，因为我经常看到临近的时候反而更便宜。你也可以去 walk in， 我觉得 walk in 可能价格也不一定会贵到哪里去。然后情侣其实在每个国家的选择，就每个城市的选择其实是挺多的，所以你也不用一定担心什么，但是最好还是可以去 hostel 上看一下它的评分，看一下评论，然后去最重要的是看图片。其实我说订酒店你看图片基本都能掌握一定的事儿。那除了情侣，我就把酒店部分顺便都带过了吧。那 Airbnb 无非我说是一样的沟通问题嘛。那然后一般 Airbnb 可能会比较难找，然后重点就是你要先跟房东去确认好一些东西。那像这次说起这个，我在第1期和第2期录之间我还真碰到事儿了，就是我在房东那个房子是房东和我一起住的一个，然后它有洗衣机，是一个滚筒的，但有点老式，但其实不是老式，我觉得质量就不是很好的那种，然后我去用了，然后之后它就坏掉了。那然后房东向我索赔了大概1000人民币左右吧，那我觉得还不值，然后我就列举了一些原因嘛，然后发给了 Airbnb 官方团队，他们去介入，然后最后只让我赔了一部分，他们反驳了那个
房东的申请，其实就我连那一部分都不用付。我那部分付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确实是我在用的过程，但是我自己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就是操作上的问题的嘛，他自己就报错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但是那个过程是我在弄的，所以我还是愿意承担一部分吧，我只能说对。那反正 Airbnb 团队也很好，及时介入，然后就把房东那个给反驳掉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影响了你的心情嘛，所以 Airbnb 还是会有一些屁事儿吧，我觉得就跟人沟通总归会有一些麻烦。然后酒店我已经说了，无非是安全问题嘛，看有没有尾随你的人，然后看这个区域安不安全之类事，包括摄像头啊什么的。那个堵门的那个门栓是不是你需要带呢？我觉得女生可以考虑一下有什么便捷的方式。那男生就算了吧，无所谓。我们图劫色嘛，难道是？然后我们说一下交通和巴士问题吧。那也是补充上一期啊，我这期讲的好长哦。那先把定位先确定了，我说还是 GPS， 那用谷歌地图嘛。那然后是货比三家，我觉得你可以在多个平台上，我说是天巡，包括谷歌的 Flights， 包括其他的那种比价平台，你可以多比几家看一下价格。那当然不用说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行李额就大家还蛮麻烦的，尤其是拉美的行李额，如果它是只给你背一个包，就不是随机行李是一个包，只有那种就随身行李应该叫。对，它随机行李是要加一些钱，然后托运行李要加更多的钱，一般是这样嘛，对。然后拉美的航空它基本只给你一个包，如果你要加那个托运或者什么的，我之前几期讲过嘛，就是它可能会加出个700、1000多的都有可能。拉美我也不知道他们航空是在干什么，就超贵的。就而且你在拉美你就必须去飞嘛，你一般很少会去做陆路的。那当然我知道很多背包客他们可能选择陆路，但是我觉得在拉丁美洲还可以吧，就是我不知道南美洲是肯定不行的，因为它距离太长了，你要是做陆路你得坐死，所以你肯定是飞。那你飞那么多程以后，你每个都加个500、600、1000块钱多，那你想想这笔钱到底划不划算？对，所以这个是你要注意的一个问题。然后在欧洲的那些航司嘛，你就无非看你要别忘了去购买这个行李额，因为它有可能会那个现场问你收钱嘛，你也不要妄想说什么的联航它可以刚好我可以装上去，我觉得比较微妙吧。就这个事儿，你运气好也许成功了，那运气不好你就现场罚钱嘛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你提早买终归是便宜一点，而且欧洲咱们飞的应该相对没那么多嘛，那买吧，还是要不你就去买非联航的航班。这是我对那个行李额的一些观念吧。然后就是尤其是这种大包厢，它有骨架的嘛，你不可能把它塞起来的，你横竖大包都是要托运的。托运的话，我推荐就是你防雨罩把它整个罩上，像我平常用的那种，就然后去托运，一般就没什么问题。但是你不要妄想着，比如说50-60升的包，你想把它带上飞机，我觉得在国外蛮难的，相对比较难然后看直飞航班还是联程还是转机。那转机这方面你是否需要签证、过境签，你的行李是否直达，你是不是再一次办托运之类的问题，就你在选的时候这个也需要一定注意吧。然后飞机它坐在哪个位置也有讲究了，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，那像经常飞的朋友肯定都知道，就比如说777、350、330这种航班，或者320，你会坐在哪些位置会比较舒适，而不是比如说你想看景色呢，你想坐在哪里，就小红书去搜吧，都有，小红书无敌了然后火车一定会比巴士好吗？然后3小时内我会选择巴士大于火车大于飞机，就优先选巴士。3小时内其实我觉得白天坐巴士都挺舒服的，就不要去晚上坐巴士。夜巴那种过夜的，我现在都不想尝试，完全不想尝试这个，我觉得很累，你肯定睡不好。火车欧洲的火车还不错，就是会有延迟的问题嘛，延误的问题嘛。那当然如果是5-6小时，我觉得火车当然会是一个好选择，当然价格也会贵一点。
接着就是飞机嘛，在欧洲，尤其在欧洲境内，我是能坐这种地面交通就不想去飞的那种，飞机也会有延误，然后你要去到机场，然后又从机场又回市区，包括你要背着行李跑来跑去。那火车站和巴士站一般都在市中心嘛，相对于偏市区的地方。然后多坐当地交通吧。最后一点是，我觉得你当地交通说的是地铁、公交，就是当地公交，就我们平常坐的公交车。那它会让你更多的融入当地的那种生活和那种人文气息吧。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当地人，他们平常就是怎么生活的，或许是怎么样的人啊，或许会发生什么事儿，就会比较在这种世俗化的公交上面会能看到。对，相比你如果只是自己走或去报一个那种观光巴士，我觉得会去包车到一个景点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直接打车，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，就是你可以试着去坐公交之类的。快讲完了。接着我要说应变能力了。应变能力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抽象的概念，但是你在长期旅行中一定需要用到这个东西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人在某些部分对比屁人还是会有优势的，在这方面。那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不是说培养不培养吧，就是看你平常做事的风格，你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，你具不具备逻辑性，然后你这方面来判断这个事儿吧。就是你碰到事情该怎么去处理，包括责任心啊，这种都有关系。所以你说去怎么锻炼，我觉得有点难。那只有真的碰到那刹那的时候，你可能知道你搞不搞得定。就是反正遇事不要慌张，首先千万不要慌张，然后冷静了再想一想有什么解决方案。那在外面的话能求助一些人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就是你如果能搞得定的话，最好还是找人去帮忙吧。因为一个人可能你自己的，就我觉得是视野受限吧。你在你的观念中，你可能只能做这几个选项，但是多几个人帮你想的话，他可能会有更多的选项。就认知吧，就你的认知在这上面的时候，有所限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做出更多的选择。对，这是应变能力。然后下面我要讲最重要，就是本篇章最重要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掌握自己的节奏。掌握自己的节奏这个事儿是在长期旅行中是绝对 number one。长途旅行中呢，它是首先是最忌讳生病受伤的，这个就不用说，大家都知道。就我在中间已经生过2次病了，有一次还是阳了，好像虽然是主要是我发烧了，然后我一般不太会碰到这种事儿，然后有那些症状嘛，我觉得应该是阳了，虽然我没有试剂，但是对，那这个的话肯定会耽误你的行程，会让你的整个状态都不太好。如果你病得很重的话，你就可能行动都受限，那你就会耽误你下面很大的问题。就如果你已经订了酒店订了机票，那该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你是否要放弃回国？那如果你受伤就更不用说了，比如说像我不是脚扭了嘛，就还好还能动。那你如果骨折了呢？那后续说受更大的伤了呢？那这个就很麻烦，你只能当场回国。我跟你说，就是直接买票回去治疗。你因为在国外，除非你是直接昏迷叫救护车了，不然的话你就人生地不熟。第二就是价格超级贵，你又没保险，就是在国外的他们当地的保险，对，那你可能只能选择回国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。然后这个牵扯出来的点就是你不要玩脱了，你不要觉得就是自己可以吧，就是很多事情你去尝试什么的。就你个短途旅行和长途旅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你短途你可以去提前透支自己，那我就一周2周，那我1周2周我就拼命嗨啊，怎么样？可以。长途旅行你是不能做这事儿的，你不要去提前透支自己，那你需要有规划，不然你玩半个月玩的超嗨，嗨完以后累得不行就生病了，那你后面半个月还玩不完呢？你接下去还走不走了？对，所以你不要去透支这个事，你要有规划。我个人建议是你玩2天休息1天会比较好。对，那你要是很年轻，玩3天休息1天，你精力贼好，可以啊，那你自己去调整，但是不要去透支。就是没有说一定什么事是需要去一定做完的，
就虽然中国人讲究来都来了嘛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，就你还年轻嘛，有的是机会，你还可以再走的，以后再来嘛。就有点遗憾，其实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是蛮好的。我也经常会，以前有那种观念，就是我不做人啦，我这次不做完会怎么样怎么样。就包括我其实环球旅行也有点这种感觉吧，就是感觉要走，就把全部都走完。其实想想我觉得见仁见智吧，不是一定需要去这么做的，就是你可以还是看自己的状态。我觉得你以后有的是机会，你现在不做又会怎么样呢？对，没有说你来了就一定要怎么样，这个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观点嘛。那这个观点我之后总结在我的我们聊人生的时候再说吧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节奏，你一定要自己掌握好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保险的问题嘛，那你要去买一些这个可以单拎出来说，但是我就随便一笔带过吧。你去买一个全球保险，不管是安联还是什么京东啊，还是对那几个大的人寿、平安都有，它都有一些长期的，比如说180天、365天，或者甚至2年的那种环球旅行保险。你去买那种保险，它会保所有的地方，然后你看清条款，把保险打出来，它那个保单你给你爸妈，对，如果有事儿是他们来接应你，肯定是。那然后你把电子版放在自己手机里面，因为有些国家它进去时候是要看你的保险单或者什么，但其实我现在没碰到过，但是万一嘛。对，那反正你肯定是需要去买这个保险的，别不买。那支付宝上你可以直接买。好了，讲完喽，累死了。最后还有2个小事儿要讲，一个是吐槽一下维兹航空和飞航空。维兹航空呢是它退款，那这个航空很神奇，就退款的时候它是给你代金券，然后你要提到自己账户呢，它还需要输入什么银行的 SWIFT 密码，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后来我才知道的，就很麻烦。然后它是通过海外转账给你转过来的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好像在国内还有一些问题呢，这个事儿。就他收到了，我也没有接到通知，但有些朋友说接到通知，反正那他确实收到了，反正这过程很长，漫长。第二个 Play 航空是我从冰岛飞到那个伦敦的航空，它是咋说呢？它的行李额写的很不明确，我都会提前买好行李额，有说过。但是它上面，那次是怎么样来着？我想一下哈，它是我买了一个行李额，然后就 OK 嘛。那但是等到我去 check in， 就是它都是线上提前需要 check in 的嘛。航空对这个别忘了，你要提前去 check in， 很多都是线上 check in。如果你到线下去搞的话，它可能没有 check in， 或许说你要加钱，这要注意。然后我在线上 check in 的那个阶段呢，他告诉我托运行李和那个叫什么随身行李，它这个名词很复杂，我忘记是什么了。反正它就是混淆了这个概念，你知道吗？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买错了行李额，然后我又补了一个行李额。其实是没买错的，但是它就是你在买的时候和你 check in 的时候，它的那2个名词它是混过去的。但是我觉得它有故意的嫌疑。然后你买了，我去问他的客服，他就是说肯定你是不能退的，即使你没有用过那个行李额。然后对，我觉得这个蛮恶心的咯，那可能这就是他们赚钱的手段吧。这2个是要避雷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说明信片，大家别忘了，就是第一条评论的这期也是一样，第一条评论的朋友除了我自己评论，那我会寄一个明信片给大家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不知道会从哪个国家寄过来，我到时候会问你的那个地址吧。对，那当然，首先它能不能寄到是个问题，然后它的周期也确实蛮长的。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评论。那最后就是欢迎一键3连。这一期可能会有点长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分成2期了。那这期以后我打算再做一个观念上的视频，就是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就是你环球旅行的心得啊，或者说会给你带来什么这种话题吧。我觉得可能跟人生上面稍微有点关系，我之后再跟大家聊。就这样 Bye Have a nice day。 最后我来插播一下，这个是 EVA 10周年的纪念版。我来插播一下，就是这个我的行程单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
这边是日期，这边是国家，这边是具体的行程，然后这边是交通，这边是住宿，然后你要有对应的机票和住宿单都得有。这个去小红书搜吧，大把的教程，综上。